欢迎来到 News 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沉香如屑诚意宠妻人设引热议，杨紫炸裂演技，征服全网观众。北京大妞杨紫的爆款剧《沉香如屑》正在如火如荼热播当中，凭借扎实的剧本和出众的特效，征服了不少路人。相信不少观众都跟我一样，当初都是冲杨紫才点开这部古偶剧，一口气看完前20集后发现，果然不负众望。两位导演在原著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新鲜元素。杨紫的炸裂演技更是刷新了所有人对她之前的认识。其实早在该剧上线前，超过80%以上的观众都不看好，甚至觉得杨紫为了流量不惜再拜自己的路人缘。但事实证明，杨紫的选择并没有错。尽管像《沉香如屑》一样的古偶剧有很多，比方说《琉璃香蜜》《沉沉烬如霜》都是典型的例子，但杨紫这次领衔主演的《沉香如屑》完全不同，不仅把原著中的女主颜淡给演活了，为该剧贡献出了多个高光时刻，凭实力征服了全网观众。该剧的主线剧情并不复杂，一上来就交代得非常清楚。500年前，杨紫饰演的颜淡和孟子义饰演的芷溪两姐妹是一对珍贵的植物，说白了就是一种药材，原本是用来欣赏的，但魔界长老不按套路出牌，非要占为己有。此时，程毅饰演的应渊帝君闪亮登场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拿下，同时还把植物幻化为两位妙龄少女。应渊给二人分别起了不同的名字，一个叫芷溪，一个叫颜淡。这时候，杨紫跟孟子义还没登场，而是由两位小演员来完成女主的童年事情，演技略显青涩，但十分符合人物设定。颜淡从小就很要强，哪怕站在对面的是应渊，也不会给他留半点面子，一言不合就立马开队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一个独行女强人。平日里看上去大大咧咧的，但在关键时刻从不掉链子，比姐姐芷溪更注重感情跟友谊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在应渊的心里早早地埋下了一颗爱的种子。镜头一转，500年后，姐姐芷溪成为了妙法阁副掌事，权力不大，但大小也是一个官职。而颜淡女大18变，除了颜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越长越迷人外，性格从一而终，在非常内卷的仙界活出了自我，依然忠于自我，不随波逐流，成为了仙界难得的一股清流。只是在北冥神君处当了一名小仙士，日常生活主要就是喂鱼。颜淡非常满足这种安逸的生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仙界公务员考试，颜淡却选择了主动放弃，主要还是因为颜淡对那些仙法没有任何兴趣。如果细品的话，颜淡的这一操作其实就是在暗讽当下的社会乱象。很多人为了考上公务员，宁愿放弃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，但到头来非但没能考上，还失去了原有的工作，真的是得不偿失。在500年一次的接星星大典中，芷溪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，私自接了一瓶散落的星星，被掌事抓个正着。好在应渊及时出现，帮他解了围，表示拿走一些作为纪念也无伤大雅。如此袒护芷溪，是因为他深知芷溪接星星为了送给妹妹颜淡的，从某种层面来说，这就是爱屋及乌。不过这只是应渊的基本操作，更搞笑的是应渊后来还发展到了每天都要到颜淡住所打卡的地步，故意去颜淡工作的地方悬新崖欺负乌龟，目的就是要引起颜淡的注意。500年后再次相见，应渊还记得颜淡，但颜淡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男女主初次见面就上演了一出好戏，没能斗得过应渊，还碰了一鼻子灰。在颜淡眼中，这时候的应渊就是一个番规小人，二人之间高能互动，戳中了不少观众的笑点。后来不小心摔碎了应渊的腰带，一向敢作敢为的颜淡把责任都归结于自己，本以为自己将要遭到重罚，
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应渊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。从这里就能看出，应渊心里一直都在想着严旦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实际行动早已出卖了自己，最终只是罚他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他本人满意为止。与其说是惩罚，倒不如说是为了让严旦留在自己身边。不得不说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，既不油腻又不俗套的将二人的距离慢慢拉近，可以原谅深爱的人犯下的任何错误，给予对方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就此，应渊宠妻狂魔人设彻底实锤。看到严旦和别人闲聊喝茶时，不顾身份，忍不住上前偷听，哪怕被发现了也没有察觉出任何不对劲，因为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爆笑不断，对方严旦这个新人，应渊可以说是信手拈来，犯下的所有错都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每次都要惩罚。方式很简单，想尽各种办法来找茬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严旦留在自己身边，真正印证了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这句话。光是缝补混元玉带，前后就不下数十次，总能找出各种理由让严旦重新反攻。严旦也不负众望，面对应渊的一系列反套路操作，同样想出了很多办法来整蛊对方。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相爱相杀。趁应渊沐浴的时候，偷偷拿走了他的衣服，并且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古君子就该让着女子。可应渊一脸淡定，不以为然，并且回对严旦，从未说过自己是君子，同时还用法术解开了严旦的腰带。不经意间的插科打诨，拉满了喜剧效果。为了进一步加深印象，应渊还送了严旦一个法器，名为不离镯，谐音不离镯，只要靠近它15步之内，就会飞走。在大部分观众看来，所谓的不离镯就是他们二人的定情信物。当然了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这就是导演埋下的一个伏笔。在后续剧情中，不离镯将二人的人设彻底颠倒，严旦成了高冷人妻，而应渊则变成了一个铁憨憨，承包了所有家务活。别看应渊对严旦的态度总是不冷不热，但在需要他的时候，都会第一时间出现。在与魔界打斗的过程当中，应渊秒变最强辅助。看到应渊出现后，严旦的心情那叫一个激动，二话不说，直接上手就抱住了对方，表现得极其可爱，一边喊救命，一边让应渊打他们。就连姐姐芷溪脸上都写满了问号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应渊碍于面子，让他把手松开，可严旦就像一个小孩一样，死死抓住应渊的衣服就是不放。这段情节还被不少剧粉拿来进行了2次创作，明明是一部古偶天花板，结果却被杨紫演绎成了一部爆笑喜剧，浑身都充满了看点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杨紫的出彩表现，每集剧情都能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，既浪漫又美好。起初大部分人都以为这部《沉香如屑》是一部十分俗套油腻的古偶剧，但看完之后就会发现，该剧有很多人耐人寻味的小细节。就像剧粉说的一样，沉香如屑传达的是一种东方之美。在这对欢喜冤家相爱相杀的过程当中，任何一个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得到不同的感悟。总而言之，这部宝藏剧《沉香如屑》入坑不亏，值得拥有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有望成为今年暑期唯一一部爆款古偶剧。毕竟杨紫跟程毅的加持，就是整部剧质量上的一个保障。不知道大家都对剧中的那些出圈名场面印象最深呢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